你好，我是廖佩薇。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话题是，你会发现爱上的人很多都会是很雷同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为什么你是爱情的输家。老师是这样子。实际上，在我生命没有整理之前，我常常会有一个心愿，那个心愿就是，我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我不是比较先掉进去的那一个。在暧昧里面，谁先掉进去，谁不就比较辛苦吗？尤其是当你先掉进爱情里面，对方又没有感觉的时候，这个感觉为什么？我从哪里启发出这个题目出来？从我们里面有一篇，你的暗恋结果会怎么样？哇，好多人测哦！为什么这么多人测你的暗恋结果会怎么样？为什么不是别人暗恋你，你暗恋别人呢？这个题目让我非常的吊诡。我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测呢？还是你有特别的需求是我不知道的？当然我不做太多的联想，但是我总觉得在这个爱情里面，尤其是女孩子，可能因为在华人世界里，女孩子比较容易被忽略，所以当她有一点点爱的感觉的时候，就紧紧抓住不放。抓住不放的时候，在爱情里就明显会成为一个输家。所以来这边咨询的人，几乎都是女孩子在这边掉眼泪、难过。我希望在这个题目里面，可以让每个人看到自己。题目没有好不好，题目只有你跟你有关，你的内心里有多需要整理的部分，让你自己看到，好吗？亲爱的，不用逃避。也许大家都喜欢听到好听的，可是我觉得真正的修行并不是舒服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我会常常讲说，我不是身心灵的人。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宇宙就是很爱我或是什么的人，我觉得生命是有很多的内在一点一滴，每个东西组合起来的。你焦虑，我焦虑吗？都会。我并不是神，我也会焦虑。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共处的，在处理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的内在，把它内化到心里去，这样才会有一天不会成为自己变成一个完全没有整理生命，完全不在意自己心里那一股一点点的寒战的人，那么的掠过它，让自己成为一个可能都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因为我们没有整理自己的内在，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题目的选择，一样有5张牌。在选择这5张牌的时候，请不要紧张，因为它是会跟你连接的。如果你越紧张，就越容易出错。还有一个重点，只有5张牌。很多人会在下面说，可是，我也常觉得很奇怪啊。可是他们会说，我没有对象，可是我怎么选到几号？那没有对象，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感情里面常常是属于那种魂牵梦系，常常是遇到比较所遇非人的人，你才来测这个题目。要是你的感情是非常顺遂的，你也不用测。一样有5张牌，你选好了吗？我当你选好了，那我就一一为你解释咯。如果你选到的是3号牌，那3号牌如果我要深深的开始解析这个牌，我会从你的内心开始解析起。也就是说，你常常对爱情是保持着一种沮丧、失望、没有信心的感觉。也就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渴望爱，可是却怀疑爱。爱怎么可能会长期存在呢？这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爱会进化到一种叫做亲情，一种叫做互相能够共依存的正常安全依存方式，而不是彼此爱的激烈的火花，那一定会有一天散掉的时候。但是也不是像亲爱的你抽到这张，在爱情里面永远保持一种觉得是失望的感觉。有些时候爱情里真的会遇到你对的人，不过多数是不太会是良缘啦。我必须得说，为什么不太会是良缘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少看到自己内在真正的需求，所以我们多数都会期望别人给我们，可是别人他也有他的需求，他也希望我们给他的，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纠结。所以这是抽到3号牌的你能不能振奋一下呢？你可以在早上11点到下午5点，好好跟我谈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故事是怎么发展的。我常开一个玩笑，常会跟我的个案说，
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 UPS 一样，本来都是空白的，可是因为你的社会、你的家庭、你的重要他人，甚至你的学校告诉你某些事情，教导你某些事情，给你某些东西，所以你就在你的 UPS 里面输入了非常多的程式。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整理它？不然这个时候容量不够会变成怎么样？会变成你会觉得心情无法负担，这样了解吗？好，接下来如果您抽到的是1号，我必须得跟您说，亲爱的，你的内心可能常常会有很多的愤怒，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你的讲话是比较犀利的。你的爱情你会常常会觉得是输家，是因为你不能控制的在讲话上面想要赢。那也就是说，在你的内心里面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想法，就觉得我的内在不舒服，我的内在不舒服，用什么方法显示出来？用我的嘴巴。中国人常有一句俗话叫做，就是刀子口豆腐心。我们何许刀子口豆腐心，让别人产生对我们的误会呢？我觉得这样是典型的拖累症，公依存关系出问题之外，又典型的没有自我觉察自己的内在，又典型的就是当你的内在不舒服的时候，你不只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周围的人。所以记得，所有的事情往内看，为什么你讲话一定要赢，或是讲话上面会有一些没有考虑到他人的感觉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接下来如果你抽到是2号，那我告诉你，亲爱的你很怕哦，你很怕面对很多真实的真相。也就是说，或许现在你在谈恋爱，也或许你现在准备要谈恋爱，可是你心里总是害怕，而不像刚刚第3张是失落，你是害怕的不愿意去面对真相。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你的对象在你而言是一个可能不是那么适合的人，你就不会去面对他，你会一直让他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亲爱的你生怕被遗弃，你生怕人家觉得先离开你，这时候你宁愿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最可怕的一部分，也就是跟勇气有关。有时候坚强需要适可而止的，适当的坚强我觉得是不错的，也就是我们会让某些部分可以过去，能够走到未来去。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坚强，也是会走不到未来。但是如果完全的过度用力的坚强，那更走不到未来，因为过去的所有习性会紧紧的捆绑住你，你就会有很多，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你一定要赢，刚刚提到的你没有勇气面对，刚刚提到你过去的可能你的习性，你的东西会让你产生很多害怕。你抽到的如果是5号牌，那我告诉你说，你常常会在爱情睡下去，实际上你是一个非常胖的人，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不是那么现实的人啊。也就是说有很多女孩子或是有些男孩子在甄选对象的时候会选有没有经济状况的，就你而言你不太会，你会觉得2个人相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因为你的条件是非常简单的，所以你就常常会碰到一个状况，成为人家的第三者，或是别人闯进了你们2个人的关系里面。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第三者代表的是什么？一定是另一半吗？会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我相信你一定好害怕，想逃避这个问题。实际上会成为第三者只有一个条件，除了你的情人之外，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对方的父母，对方的母亲。我们在谈的是有关于跟心理有关的，所以我会谈跟母亲有关。如果以第三者来说，只有他有可能存在，所以你会比较容易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仔细的选择你要的人，不要轻易的投入你自己就是很深刻的情感。而且有些时候紧紧的相伴，你要考虑到彼此是不是可以一起成长，而不是一起沦落。如果对方没有事业心，对方没有想要往前往上的那颗心，我们会彼此都一起沦落，会觉得很累的。
你也会很累，因为你要一直拉着往前走。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最后一张，如果你抽到的是第4张，我必须告诉你，你是所有总和里面的所有的最应该是最组合最多的吧。就是你什么时候都牺牲，你为了配合对方，你什么都愿意，只要不要吵架，不要弄得不愉快，不要分开，你就愿意。所以你一陷入感情里面，你就会常常觉得爱情很重要，我不能没有他，所以对方很重要。常常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失去了自己，你会常常要配合对方。可是你心里愿不愿呢？愿。相信现在的你一定很难过，不管你谈恋爱或不谈恋爱，你都会非常渴望有人深深的爱着你，所以你愿意牺牲你自己。这就是今天的为什么你一直是爱情的输家。或许听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前面有做了几题听起来很舒服的题目，很多人会觉得很舒服，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讲那句话，我不是很宿命，我希望很多事情往内看，看自己的原因，才会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如此的发展，为什么自己会到了自己都觉得自己是面目可憎的一个程度。不是活在舒适里面就会觉得是舒服，面对才是一个最大的勇气。祝福你今天参与我们今天的占卜，我是廖佩薇，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拜拜。